搭配的配件啊，这里跟大家去介绍我们必配的还有选配的一些配件。必配的就是我们一个驱动电源，选配的就是开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配件。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必配的一个配件啊，驱动电源。那驱动电源目前是有两个类型啊，一个就是常规普通的一个电源，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智能电源。那我们先看普通电源，普通电源目前我们软件里面是有两个款式的，之前还有一款啊是40瓦的。6个接口已经淘汰了，现在就2款。左边这一款的话是48瓦的电源线是带开关，就这样子带一个开关，接口8个，尺寸规格大家了解一下，电源线长度1.5米。那右边这一个是24瓦电源线是没有这个开关的，接口数是4个，尺寸规格，电源线长度是1.2米。下单方式在组件里面去调用。下面这一款是智能电源，我们来先看左边的这张图，可以看到它是由3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一个48瓦的一个电源，蓝牙专用的，跟我们上面跟大家去介绍的普通电源是不一样的啊。第二部分是一个蓝牙控制盒，它是6个接口的，也就是说它最多可以接6条灯啊。同步怎么去理解？就是这个控制盒出来的灯都是同步控制的，同亮同灭。第3部分电源线1.5米不带开关的。然后这个电源加上这个控制盒组合在一起的一个尺寸规格，在这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使用限制在我们软件里面，它有个红色的一个字体提醒我们的需要跟我们这个无线开关搭配使用的。所以在我们去调用我们这个电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款式不要去调错了。下单方式在我们软件组件里面去调取的，在电源这里这里要去注意一个点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智能电源以前是带上这个开关的有参数给我们去选的。现在软件更新了之后，电源跟开关是拆分了的电源只是包含这一个东西而已电源跟控制盒不含开关的，开关需要在控制开关里面再自己去调配的这里要去注意的。然后分享2个案例给大家我们来看。左边是我们这个场景，右边是我们这个现场图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柜子是装在我们吊柜这个开关以上的位置，然后吊柜的底板是装了一个嵌入式的一个灯这里会存在什么问题呢？安装反馈就说了这里需要补一个板补一个板。为什么会补这个板呢？因为上面它是没有留灯线，没有留插座的它的电源，我们这个驱动电源的线只能接到下面这一个插座来了，它的线就外露了，所以说要补一个板，把这些线盖起来这样去更美观一点那这个还不算离谱的就是有一个更离谱的，就是之前去跟他安装的时候，师傅跟我们去说的就是他安装的时候现场柜子那个位置一个插座都没有插座在这边那柜子在左边插座在右边，然后只能是师傅比较好说话了，这个师傅也是把墙凿了就是可能客户也同意把墙凿了把线引到我们这一个地脚线，再从地脚线走到我们这个柜子内部，这样去装灯要再由客户来把墙补回去这里就很离谱了这个案例然后接着下面一个案例。这里反馈说这里是一个做灯的一个柜子一个餐边柜，然后反馈说一个变压器带不动烧了现在灯不亮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灯它的灯是一个18mm 木层板灯灯带的数量是有6条的6条，那6条的话是足够的，一个变压器是可以装6条灯是没问题的，但是可能要去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它的功率木层板灯的功率是还记得是多少吗它是10瓦每米的。那案例中它是总共有6条灯，它的尺寸是860，那总功率的话就是52瓦，它是比我们目前有的驱动电源的功率都要大所以说它这里带不动。那这里软件也是更新了它现在当我们方案中没有配或者说功率不匹配的时候，我们软件是有检查功能提醒的也有这个自动匹配这个功能但还是跟大家去说不要去太盲目的相信自己还是去检查一下它有2个帮我们去检查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当报价的时候如果没配或者说不匹配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提醒如果没配，那我们点一下这个前往设置就行了，它会来到这个页面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柜体下单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柜体检查功能，它有个比配检查，这里如果没配或者不配不对的时候，也是会有这个提醒的来到这个页面也是来到这个页面的。那这里会有一个长通跟智能，长通的话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个电源智能就是我们智能电源就是看大家需要哪个就按哪个了这里的话还是这句话谨记规则检查，不要盲目的相信那至于什么规则下面跟大家去说这里的话就是一个注意事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软件配的灯都要去我们手动去要加配这个驱动电源的没有默认配的就要手动配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场位置必须要预留电线或者插座最好的话有那个预留的电线最次也要有个插座，但是注意一下那个插座是不能外露的，不然的话就学我们第一个案例一样，电源线也会外露的第3个就是我们驱动电源配置的规则第一个点，灯带的数量是不能多于我们驱动电源的接口数量的我们这个48瓦是8个接口，这个24瓦是4个接口所以说这里呢就是灯带的数量不能多于这个接口的数量。然后第二个点就是灯带的总功率是建议小于驱动电源的功率的24瓦的建议我们灯带的负载功率是小于等于22瓦，40瓦的电源建议我们灯带负载功率是小于等于36，48电源的建议负载功率小于等于43反正就比它小，这样的会更稳定一点